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首先，我们先从美国的充电站开始哦。美国的充电站呢，有一个品牌叫做 Electrify America。那最近呢，他们是有放新闻是说，他们在下来要在几个充电站呢要测试，只让你充电到85%的这个一个算是企划案吧。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是第一个是因为从85%充到100%的话，它的充电速度相对效能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差。那通常呢，在这个15%的这个充电段时间呢，其实是浪费比较多的。那因此，因为的关系呢，也会造成可能比较繁忙的充电站呢，会造成一个拥挤的状态哦。所以呢，他们希望这样的话可以缩短大家的充电时间，尽快的让更多人可以充到电哦。那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是不是就是只要充电枪拔掉了后再重新开始充电，你就可以充到85%到100%呢？是不行的，主要是因为它会记录说你充电的状况哦。那这一点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如果是跑长途的话怎么办呢？那这些状况，目前他们的说法是，这些的测试的充电站呢，并不会在一些，比方说长途的路径上，比方说你今天从南加州开到北加州，或者是从南加州开到拉斯维加斯这些路上他们比较会针对一些市区性的充电站做这些特殊的这个设定。主要也是因为呢，因为用的人多嘛，他们希望呢让大家进出速度相对来说加快，而不是大家好像都要拼命要冲到100%，造成了当地的这个不管是塞车也好啊，或者是大家等太久的状况哦。那目前呢是在测试状态，会不会大规模到它每一个充电桩呢？目前呢还不是很确定哦。再下来呢，我们之前就有聊过 ，Fisker 是第一家新创的电动车品牌呢，很不幸的呢，营运不周，导致他们在美国这边 file Chapter 11，也就是所谓的破产保护哦。那他们手上还有好几千台车子嘛，这些车子怎么处理呢？目前听说到的是有3600多台车呢，他们会以4600多万的美金的价钱呢，卖给一家叫做 American Leasing 的这一家公司哦。那这家公司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车子呢？他们的主要的生意就是把车子租赁给开 Uber、开 Lyft 还有开计程车的人哦。大家如果做一些很简单的算法的话，4600万块钱美金买了3600多台车，其实这样的话车子就很便宜，对不对？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观点呢，他们买这么便宜车子呢，也有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在他们的合约上头 ，Fisker 说他们再下来就不会有软体更新，任何问题啊或怎么样的都要他们自己去处理哦。那当初呢 ，Fisker 有碰到一个状况是，他们的车子呢，在美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呢，拍了一片，就说这是他有史以来开过最烂的电动车，而造成了非常多的负面影响哦。那你想，如果这个网红呢碰到这个状况，你想这3600多台车是不是也有同样状况呢？这一家公司真是胆子还算蛮大的，会愿意省钱而跳入这么大的风险哦。那再来，全自动驾驶的车子呢，在目前市面上有两派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他们需要用非常强的这个硬体配备，比方说激光雷达啊，还有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呢，来帮助车子来做判断哦。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像特斯拉讲，他们是用纯视觉，就是用 Pure Vision 的做法哦。那上个月呢，在中国一个汽车品牌小鹏他们的大老板呢，就跑来美国了，测试了特斯拉的 FSD， 给了一个非常好的评价哦。那再下来，他们的车子呢，传闻是说今年第4季要出的一个新车 F57 呢，就会把激光雷达拿掉了。对，没有错。小鹏之前呢，他们的车子上头的这个全自动驾驶系统呢，是要用激光雷达的硬体配备哦。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业界呢有两派说法，一个是需要用激光雷达，一个是就是纯视觉。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激光雷达现阶段来讲是非常贵的一个硬体配备，你如果要往这方向走的话，你就要花非常多的钱在硬体上。那特斯拉就是往纯视觉的路线走。那照这个小鹏的老板讲呢，因为他上个月测试过了 FSD， 导致他觉得说FSD 非常棒，所以呢再下来的车子呢
非常有可能也是不需要激光雷达，而是走纯视觉哦。那这样子就表示说，或许特斯拉当初决定走全视觉路线，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之前呢，非常多的业界的这种专业人士呢，一直在算是批评特斯拉说纯视觉是不可能的。但是突然有另外一家汽车品牌也要这样子做了，或许纯视觉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哦。那再下来15000块钱美金的电动车你会买吗？Hyundai 在南韩呢，再下来要出一台23000块美金的电动车，小型的电动车叫做 Casper。那经过呢他们的当地的政府补助呢，这部车的实际价钱大概在15000块钱美金左右，有一些照片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那这台车目前我的数据不是很多啦，它只是续航力呢 WLTP 的算法是221英里哦。其实一个小车子在可能附近啊，你比方说是上下班啊，或者是买菜啊，接送小孩子的话，非常好用哦。这台车大小呢也非常符合东南亚那些就是寸土寸金的国家，比方说你看日本啊，车位跟车道这么狭窄的地方，甚至你比方说你可能只是近距离开，比方说在泰国啊、越南啊、马来西亚这些地方都，如果是小车是比较方便的情况下，或许这台车可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那 Hyundai 现在是开始接受预定了，只不过呢，这台车会不会到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目前不是很确定，但看起来非常有可能是东南亚为主的一个电动车哦。那最后来跟大家聊聊换新版的 Model Y。我跟你讲在美国的路上的这些车友们真是眼睛非常锐利，就是有人呢这个周末呢在路上看到特斯拉在测试换新版的 Model Y。那目前我们所知道呢，这个 project 叫做 Project Juniper。什么时候这个车子会开始贩售呢？不知道，真的是不知道，很多非常多的猜测啦。那从照片的观察来看，其实看不出个所以然，而且它拍摄的距离也有点远哦，所以看不到太多细节。但是从我们的判断来讲，应该非常有可能就是把换新版的 Model 3变成 Model Y 的样子哦。但是是不是这样子，真的很难说哦。在这里跟大家讲，真的非常非常难说。有非常多的朋友们都在问说，换新版的 Model Y 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现哦？那以现阶段我们的猜测哦，真的是猜测，今年是不太可能看到。为什么？因为再下来8月份呢，特斯拉要发表他们的新的 Robotaxi 的计划哦。那当然了，发表这个 Robotaxi 的计划，影不影响到新的换新版 Model Y 上市呢？其实严格上来说，好像又不太影响。但是通常以一个新创电动车公司比较难说同时做太多事情啦。那如果以正常的业界判断以及 Model 3改款的速度来看哦，大家想哦 ，Model 3第一款车子是2017年，到实际在美国正式换版呢是2024年。就算是中国呢，也只不过早了6个月而已。所以呢，汽车业界呢，通常的习惯是6到7年一个大改款哦。你就看，如果是这样看 Model 3的话，其实真的像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严格上来说，差不多是6到7年的时间哦。那你如果是用同一个算法来判断 Model Y 的话 ，Model Y 在美国呢是2019年发布，但是2020年正式开始量产跟贩售嘛。那你如果抓2020年是第一年的话，严格上来说，改款的 Model Y 应该要是2026或甚至2027才会出现哦。那好，你如果就算提前好了，照之前的这个 Model 3的这个时间轴来看的话，从他们开始发布说要在改变它的生产线上头的状况，到实际发车大概是18个月。就算中国那边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最早今年第3季这段时间呢，就算中国发布出来的话，在美国这边呢，最早也是明年初。但是以现阶段来看呢，中国那边今年应该是看不到，就算要看到，也可能是年底或甚至明年初了。如果是照这样子的时间轴来判断的话，美国呢非常有可能真的是2026年或甚至是2025年后季。
那很多朋友一定就会问，现在该不该等车？一句良心话，你如果非常需要车子，不用等嘛，因为你需要车子嘛，对不对？等没有意义，是不是？那你如果是现在不需要车子，只是想要买车或者的话，那你可以等一等。你如果不喜欢 Model 3换新版上头没有方向灯打杆还有排挡杆的话，Model Y 现阶段可能比较符合你，因为传闻是说新版的 Model Y 的那个方向盘设计呢，应该是跟 Model 3一样，可能方向灯啊，还有那个排挡杆呢都会被拿掉。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非常必须要的话，你可能现阶段买 Model Y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哦。那还有的另外一个说法是，年底一定是会有很多的 Model Y 的促销活动，所以你搞不好等到年底呢，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优惠方案也说不定哦。但是事实上呢，你要我们去判断新版的 Model Y 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呢？我只能说呢，蒙着眼呢，怎么猜应该都猜不到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特斯拉葫芦里卖什么药啦。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我都会看到。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